们现在准备讲课，在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听法，然后听了法以后呢，精进的修心，成佛，成佛以后就是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这菩提心呢，我们无论是听法的时候、大坐的时候或者是放生的时候，做任何一个善事的时候，都要发菩提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听课之前先发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发了以后呢，我们就准备讲课。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有些基础的一些这个修法，还不是真实具体的修法，也就是一个跟修法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我们先讲讲，然后明后天以后呢，就讲一些修法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次这边听课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学习小组里的居士，那学习小组的居士都是这个闻思已经有好几年，2年、3年、4年这样子都有，学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其他方面我们不需要说很多，就是讲一些修法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我们这个地方呢，因为平时这个佛学的理论也等等都已经学了很多了很多人都学了这个如心论还有那个大圆满的前行等等已经学了很多了。这些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个知识，佛教的常识等等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讲太多的，讲一些这个修法是比较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是闻第二是思，第三就是修。闻思修我们大家都知道，这3个是不能分开的，这个不能离开，不能脱离闻首先是要学习，如果没有学习的话，我们都不懂这个修法因为平时我们烧香拜佛念经这个很多人都会，很多人都懂，但是呢就让我们修真正的这个佛法，也就是让我们修这个解脱法这样子的话，这个解脱法怎么样去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学过的，或者是以前呢没有这个学习，没有参加学习小组之前根本就是不懂，所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多数的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学习的基础，但是修行上面呢我们也要同步比如说学习是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时候学习，但是修心呢每一天都要修，每一天都要修。这个修行就有2种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修这个闭关大坐，
这个闭关呢，就是不一定是1个月啊，1个星期啊等等，就是每一天都有2个小时的闭关啊，或者是3个小时的闭关，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这也叫做这个简单的闭关。一个就是闭关修行，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要知道学法修行修心是用什么来修呢？不是用这个钱来修比如说我们花钱去放生，做一些功德这个可以做，但是修自己的心这个钱是不起作用的，金钱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苦心是不是像这个体力像客套这些也有帮助的，也就是一个修行的一部分，但是呢也不是具体的这个修法，真正的修法，真正的佛法用什么东西去修，就是用心去修，真正的这个修行就是用心去修，那如果我们不闭关的话心散乱，心就不专注了，那心不专注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是就严格的说，就是没有办法修任何一个这个佛法，所以修行的时候还是要闭关闭关至少也得要一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闭关修行这是一个修行另外一个修行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在我们大做闭关的时候，这个所思维的或者是所修的这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个用，也要这个去用，这个也叫做这个修行，修行就有这么2种，这2个修行呢，如果我们都没有只是光是学的话，那就还是不是很全面，学很重要这个是有一个次第次第，先是学先暂时我们不修刚刚学佛的时候呢，暂时不修，先学，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开始修行，为什么呢？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呢，还不懂这个很多的修法，那佛经里讲没有巧觉的人不能修行，佛经就是说没有巧觉的人，这个小乘的戒律当中都讲凡是没有巧觉的人都不能修行，不允许修行，为什么不允许修行呢？如果在没有这个指导或者是没有这个巧觉这样子的情况下修行的话，这个修行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修错了，也许就出现一些状况，所以佛要求先学学完了以后去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就首先是学习非常重要，那菩提这个学会的这个课比较多，如果觉得这个每一个课都要学的话，时间有点不够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其中选就是目前就是最重要的，对每一个人的情况是可能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人对自己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哪个法，就听这个法以这个法为主，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听另外的1-2个课，这样子也可以，当然如果有时间
的话，那就这个学习这些科都学了也没问题。不但是没有问题，而且当然有学得越多越好。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那就其中就学一两个。我们学理论的同时就是要去学这个理论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理论也就是说这个法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修也要考虑这个问题。闻就是听闻佛法，然后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佛经就不像其他的这些宗教。佛经里讲的很多都是自己可以思考，也可以明白，也可以这个证悟的。佛也说了佛也要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越深越好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不理解，有这个疑问有怀疑这就是好事。但是呢，如果这个疑问永远都不能解决的话，那就这个不是什么好事还是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都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佛讲这个前世今生因果轮回等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定要思考，如果不思考的话我们比如说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是因为是佛说的佛说的就不会有错了我就相信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不可以呢？这样子当然如果这个信心很足的话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最好不是这样子，佛的要求不是这样子，还是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去思考讨论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就是修心那就是修心。如果没有修心闻思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遇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些烦恼如果没有修心的话，就是根本就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有这个比较好的闻思的话，也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是人生的这个真正的面目看清楚了以后呢也有很多的帮助，很多问题就相通了。很多问题相通了以后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帮助。但是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所以要修心这个就是闻思修。然后闻思修这三个当中，我们以后就是要着重修心。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不需要学习，学习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人就要学得多，学得越多越好。因为佛教里面的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不同的观点都是经得起考验。怎么样去思维都可以，每一个这个观点上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性。坚定自己的心性。坚定自己心性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能帮助很多其他的人，也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样子就是很有必要年轻人的话，那就学得越多越好，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修心是更重要的那怎么样修心
怎么样修心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心首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心呢？我们今天修心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从2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幸福，可以这么说，追求幸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脱离轮回，也就是这个脱离痛苦断除痛苦，就是为了这2个，就为了这2个除了这2个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目的了。如果是这个人天佛教的话，那就是追求现实，尤其是这个追求来世或者是生生世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幸福。小乘佛教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但是这个不是世间的幸福，就是这个超越世间的这个解脱。然后大乘佛教是追求所有众生的这个幸福这个幸福就是绝对的这个幸福，绝对的幸福，永恒的幸福，也就是这个佛的智慧。这3个总的来说都是追求幸福，断除这个痛苦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这个断除这个痛苦呢？首先要找到我们现在为什么痛苦。首先要找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尤其是就是过去绝大多数的除了真正的修行人学佛的人以外，多数的人都认为我们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们穷生活这个艰苦没有金钱，没有钱，这个物质生活不丰富，所以我们痛苦。这种人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很高了，很丰富了以后呢，我们就不会这个痛苦的。比如说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多人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必要我们不可能没有理由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很幸福很多人是这样子想。但是就如果这个人有一天真的这个发财了有钱了那样子的话，是不是所有痛苦都解决了呢？不是还有很多问题在后面。这个就是说我们呢中观400论里已经讲过了，讲得很清楚了。讲什么呢？说社会的这个底层人有什么痛苦呢？就是有这个身体上的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个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的这个体力劳动所以这个肉体上的痛苦。那社会的上层人士有什么痛苦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精神上的痛苦。温饱的问题就是不需要去这个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这个痛苦了。但是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问题，而且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呢有可能这个比穷人还更厉害一些。有这样子就有2种痛苦。这2种痛苦呢就每一天都在折磨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这就是中观400论当中讲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没钱人就是因为生活艰苦然后就有痛苦了，精神上也有一些痛苦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有钱的人那就是精神上有很多的这个压力
很多的不幸福的事情。所有人都在这个追求幸福，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幸福的。都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去找这个原因啊，找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刚刚说的，如果我们说没有钱因为没有钱就不幸福，如果有钱就幸福，这种说法呢是不是这个说法就是不是很究竟的说法这个说法就只能说明一部分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很全面的这个解释。那是什么呢？佛教里面就讲，我们的痛苦，真正的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这个。什么叫做执着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金钱的执着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执着或者是在乎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痛苦的根源。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就是执着执着有很多种就是对自己的执着叫做我执然后呢，对这个身外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执着，比如说对钱的执着对名利的执着这些叫做法我执这些叫做这个法我执。我执就要执着，就有各种各样的执着那这个执着就是我们的这个痛苦的真正的这个根源，就是这个执着。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执着以后呢就有很多就导致了很多的困难。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这个执着的话，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是痛苦呢？这个时候是不会痛苦的，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执着这个导致的。那执着的这个执着的对立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放下。我们佛教里面，尤其是禅宗里面呢，经常讲这个放下。放下和执着这两个是对立的。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看清楚了，这个执着是我们痛苦的根源生活艰苦不是痛苦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可能生活很艰苦的人有可能他觉得这个他觉得比这个他有可能他比有钱人过得还幸福。至少他自己的感觉比有钱人还这个快乐还幸福。所以这个钱就不是这个这个没有钱是不是痛苦的根源，就是执着就是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证明执着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根源呢？怎么样去证明呢？这个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东西我非常喜欢这东西很执着非常执着这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呢对我导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手表我非常在乎很执着这个表的话，那就是我经常心里就是怕它失去经常怕，这个也是一个痛苦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失去了丢了那就是它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很执着它如果我不执着这个表这个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无所谓我这种态度的话呢我就不怕失去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怕失去这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了然后有一天真的失去了，没有了，也不在乎了也就是这个不痛苦了丢了失去了，也就是无所谓这样子身外之物
另外一个人来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就非常执着另外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的这个一举一动说话也好行动也好，就每一件事情都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个就是对他影响很大。有些时候高兴，有些时候不高兴，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快乐，有些时候很痛苦，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痛苦。然后就是怕失去比如说像父母亲戚朋友就经常怕失去他们。如果有一天真的失去的话，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导致了很大的这个痛苦。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在乎这个人，所以就是导致了痛苦。如果不在乎这个人如果是这个根本就不在乎，就是如果是无所谓的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不会害怕失去这个人。如果有一天失去了，那也不会给他带来这个痛苦。这个是什么原因？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同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同样一个人过去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很在乎，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在乎怕失去这个人很在乎了这一个痛苦，然后失去的时候也就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了。那个时候那现在就是不是朋友了不是朋友，但是他同样就是那个人那现在如果这个人死了，或者是这个人走了或者这个人怎么样跟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根本就是不痛苦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同样的一个人过去失去了这样子的时候就那么痛苦，现在为什么不痛苦呢？这个人的这个本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本质上，就是这个人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过去的这个人我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执着我原来就有执着了所以这个很痛苦，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我就是没有这个执着了，没有这个执着，所以这个人死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痛苦如果有痛苦，那就是说明还是有在乎，还是有执着。这样子我们就去思维的话，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痛苦快乐并不是上帝的这个安排又不是无因无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执着。是一个人也好是一个物质也好这东西不是进到我的心里了，就是我的心去执着这个去执着这个人，或者是执着这个物质。我心已不执着它，如果我的心已不执着它立即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了这个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所有人都感觉到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经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痛苦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就产生像阿罗汉这样子没有这个执着的人呢，他是什么样子呢？佛经上说阿罗汉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的身体一方面左边用檀香的水给他沐浴右边用刀去砍那他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他心里已经断除了这个贪嗔痴，所以用刀砍他的身体，他也没有嗔恨心
用这个檀香木的这水去沐浴啊，它也没有贪欲心，什么也没有，都是一样的了啊。这个为什么呢？阿罗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是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材料像钢铁一样，或者是像金刚不是这样，都不是，就是血肉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它又不像佛一样它也还没有红光身，什么都没有，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阿罗汉身体也是血肉构成的。但是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痛苦，有我们喜欢檀香水的这个沐浴，不喜欢这个用道来看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还有执着，没有放下，没有放下，所以就是不一样了。对我们来说，有贪有嗔。阿罗汉呢他身体的构造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断除了这个执着断除了这种贪欲所以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不一样。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去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学佛，无论是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也好，就是追求幸福，或者是断除痛苦这个脱离痛苦那脱离痛苦也好追求幸福也好，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痛苦的根源一定要找到比如说我们到医院里去治病，如果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这个大医院2天3天或者1-2天当中不会给我们吃药打针，他要检查身体，就是要弄清楚这个病的这个根源这个病是怎么发生，他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了以后呢才给我们打针吃药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根源还没有清楚之前呢，没有办法下药对病下药，这个禅宗里面也讲病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下药一样的，我们要断除这个痛苦的话要断除痛苦的话，那就是首先我们要去找这个把这个痛苦的根源要找到那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呢就犯了错误了。比如说世间人不学佛的世间人他也这个追求幸福那他也就追求幸福的时候呢，他也去首先去寻找了他这个不幸福的这个原因比如说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仇人一个敌人那他是为了他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寿命的或者他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去杀死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他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去杀生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去做很多很多这些时间的这些工作呀等等但是这些比如说时间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它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它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真正的这个痛苦。为什么？他还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没有找到痛苦的根源所以这个世间人不学佛的这个所有的人最后就失败了比如说我们世间人非常羡慕的这个世间的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名人伟人等等没有一个是不追求幸福，没有一个是不想这个脱离痛苦的但是呢任何一个人就奋斗了这个一辈子
走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尽头的时候呢，所有人这个时候就失败了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脱离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这个解决了自己的痛苦，这个时候就失败了绝大多数都会这个去恶趣的，这个是中观400论当中说得很清楚。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找到痛苦的这个根源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人就是为了自己的长寿去杀他的敌人，他觉得如果他的敌人存在的话，他就不会长寿了所以他去杀死他的敌人。他这个就是搞错了他这个长寿的这个原因不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呢？不长寿的原因不是他的敌人的存在，就是杀生他没有找到这个根源所以错了。就是很多问题上都是这样子这个痛苦的根源没有找到的话，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个奋斗只能解决短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看病，能够解决暂时的问题了暂时问题，但是呢最终人都会死的时候一定会有生一种病会死掉的，所以药也就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暂时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一样的，所有其他的这些时间的痛苦，我们想断除这些痛苦去奋斗，去做很多事情，能够解决短暂的问题，暂时的问题但是最终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就是轮回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痛苦的根源他认为是痛苦的根源，其实不是痛苦的根源有可能有一些一部分的痛苦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导致的，有可能他认为是痛苦的这个根源，有可能是他导致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所有痛苦的根源不是这个，找错了，所以不能解决，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比如说像天人、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天人呢，他虽然这个寿命长他们的这个禅定的力量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他也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更没有找到这个解决这个痛苦根源的这个方法没有找到，所以最后呢也就不能脱离这个轮回，没有脱离不了这个轮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去找到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为什么不幸福刚刚说了有钱的时候又有不幸福，没有钱的时候又不幸福那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就是执着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就执着钱很执着这个金钱所以就导致了很多问题了当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满足感，然后呢又去执着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痛苦是没完没了的，永远都不会停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望它是这个无限的膨胀它就是这样子这个无限的这个膨胀以后呢，那然后我们的这个欲望越多，痛苦就越多了，痛苦就不能解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要找到真正的我们的最终的这个痛苦的根源是我们的
那个欲望，这是一个啊。然后在欲望上面呢，再加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愚昧啊。我们佛经里面讲啊，佛经里面这个12缘起支当中讲啊，轮回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源是有和无明啊，这样子讲的。但是我们就不用这个啊，不用这个词汇，我们就说我们大家能听懂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忧？忧就是啊这个欲就是这个欲望啊，欲望，忧就是指的是欲望啊，这个就是执着啊。然后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愚昧啊，我们很多东西不懂，就这两个啊，导致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痛苦。这个我们啊举一个例子啊，非常清楚。比如说飞蛾啊，飞蛾投火啊，飞蛾它为什么要投火啊？挡都挡不住，它非要投到这个火里面不可。这个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它的这个贪欲啊，对这个火的这种光啊，它有这个贪欲啊，所以它一定要投到这个火里面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它的愚昧啊，愚昧是什么？它不知道这个投火的结果，投进去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这个要投火啊，飞蛾投火，投了以后呢，就会死掉的，就会烧掉的啊，就是这个欲望和这个无明啊，就这两个导致了这个飞蛾投火以后的这个很残忍的这个结果啊。就活活的这个烧死了啊！为什么呢？啊，不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原因啊。比如说啊，如果这个飞蛾它正要投火的时候呢，如果它立即知道这个投火的结果，它不会投火的，它立即会回头，它不可能投火。如果它这个时候这个知道这个的后果，他不会的，所以他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要继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如果飞蛾它要投火，正要投火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呢，他对这个火，他对这个光的贪欲立即就没有了的话呢，停止的话呢，那他也不会投。他跟其他的这个动物那些一样的，他也不会投的，他也会他也会这个回避，他也会回头的。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两个，就是愚昧还有这个贪欲，所以他就不回头，他就要投到火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个很清楚了那我们人的这个生老病死，还有就是多地狱、多恶鬼多畜生道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就这两个很多佛经里讲这个无明，尤其是像中观这中观居士这些当中，就这些大的论点当中讲，无明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源然后因明当中讲这个欲望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源。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轮回的根源。因为愚昧所以就是贪欲，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贪欲。贪欲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懂，他不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他对这个事物产生了这个贪欲心这两个是我们今天就是轮回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这样，没有一个痛苦是不是这两个这个
导致的，所有的痛苦就是这两个导致的啊。那我们今天啊，如果我们就是这一生当中要跻身成佛呀，或者要解脱的话呢，那就是要断除这两个啊，就是要推翻这两个，断除愚昧，断除这个贪欲。如果断除了愚昧，断除了贪欲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就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当中。就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啊。比如说这个飞蛾啊，它就是要投蛾的时候呢要这个投火的时候，它将要投火的时候呢，如果这两件事，比如说他明白这个的后果呀或者是他对这个火的光的这个贪欲心消失了没有了，他就不会有这个后果立即就会回头的，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我们反过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轮回的真相也就不会一定要到这个轮回当中去然后对轮回这个贪欲对轮回的这个贪欲心如果我们能够放下的话呢，那也就是能够这个从这个轮回当中可以脱离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佛经当中，尤其是像禅宗这样子佛经当中，就讲这个放下那放下怎么样去放下？要放下什么呢？第一个放下愚昧第二个就是放下欲望，就这两个为什么要放下呢？因为这两个就是我们的痛苦的根源所以就是要放下这两个这个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学很多的这个经论讲很多，现在你们都已经学了五部大论里面的好几部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要一个总结我刚刚讲了俱舍论里怎么讲的因明怎么讲的但是这两个呢佛经里这样子说最终实际上到底是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呢？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两个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流转轮回当中呢？那我们很清楚了，就刚刚这个比喻上面呢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这个愚昧和欲望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欲望就够了，这个因为有欲望的话，这个肯定是有愚昧的为什么？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事物的真相明白了以后呢，就不会有欲望不会有欲望。所以我们可以说欲望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源，愚昧自然就包含了这个当中愚昧就是这个欲望是轮回的根源，痛苦的根源。佛这个真正的这个找到了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在这个痛苦的根源上面呢，这个对病下药。所以这个学佛的自己没有学好，自己没有努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修行人，他们都最终就是这个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他们都成功了成功了什么呢？真正的找到了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源，也找到了这个断除解决这个根源的方法。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不像其他人他们有成就有什么成就呢？他们解脱了，成功了就这个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痛苦的根源，也找到了这个解决这个痛苦根源的方法所以就是他们成熟了，他们成就了。这个我们也要记住，这非常非常重要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经论当中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在轮回当中的根源是这个我们在轮回当中然后这个阿罗汉为什么没有在轮回当中就是这两个原因那我们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子生生死死的会轮回
然后这个树木花草它不会轮回，为什么？它不是修成了，但是呢，它没有贪欲，它没有无明，所以它不会轮回，它不会有痛苦。为什么没有痛苦？就它没有这两个，所以不痛苦。它本身是没有的阿罗汉原来有阿罗汉他过去就有这个愚昧有这个贪欲因为有这两个他痛苦，因为他痛苦，他再也不想继续痛苦，所以他去修行，最后他修成了，成就了。那现在呢，对阿罗汉他没有这个烦恼，从有没有烦恼的角度来说，跟这个花草树木一样的，他没有这个烦恼，所以他也不会流转轮回了。我们就是有这两个所以我们就一直都会流转轮回的。这就是说我们平时念经、烧香、拜佛等等，所有我们所做的一切善根我们要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善根跟我的这个贪欲有没有冲突跟我的这个愚昧有没有冲突凡是跟它没有冲突跟它可以就同时存在的这些善根呢跟我们的这个解脱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子已经就很清楚了，没有关系。这种善根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不想成佛，我也不想这个成为这个阿罗汉。那我想什么呢？我就想生生死死，就是在这个人世间或者是在这个天人当中转世，然后就是这个享受人天的这个福报就是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我就持戒忍辱修很多很多的法念经拜佛那这些这个善根跟我的这个贪欲不冲突跟我的愚昧不冲突。这种善根呢，它让我更好的这个流转轮回怎么样更好的流转轮回呢？本来是要流转轮回，但是有可能这个流转到这个地狱畜生那他不让我们流转到地狱畜生当中去，他让我们在这个人或者是在这个天人当中流转。其实他对我们的这个轮回一点冲突都没有一点都不矛盾所以也可以说它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它跟解脱是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我们流转轮回的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我没有念经就流转轮回，又不是我没有烧香就流转到轮回当中。那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这两个。那如果没有烧香没有拜佛就流转轮回当中，那就花草树木也会流转轮回为什么他也没有去烧香拜佛？这些都是不是最重要了。但是呢，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烧香拜佛，当然需要烧香拜佛念经磕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如果它跟我们的那个这个贪欲跟愚昧没有冲突的话，就没有这个它就跟解脱没有关系了。那我们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让他们跟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痛苦的根源发生冲突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比如说同样的烧一根香它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有可能一点这个冲突都没有有可能有很大的冲突。这个善根这个怎么样我们让它有这个跟怎么样这个发生让他们发生冲突呢？有出离心就发生冲突了有菩提心就这个发生冲突了，有证悟空性的智慧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有严重的冲突了。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三个都没有出离心也没有了，菩提心也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也没有了但是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善根
但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当年啊梁武帝的时候，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梁武帝平时就是像一个出家人一样的，这个吃斋呀、吃素呀，做得非常好的啊。然后就给这个达摩祖师就汇报他的这些善事他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善事，这个有多大的功德？达摩祖师就是一句话否定，没有功德这个为什么呢？这些所有的这些都不这些所有的这个他做的这些所有的有可能跟解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有可能这个轮回的根源跟他做的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冲突了。不冲突了，他们都可以在一起。所以我们以后我们这个念经也好，烧香拜佛也好，闻思修心也好，一定要这个闻思修心跟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他们发生这个冲突，让他们发生矛盾越矛盾越好，越冲突就越好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子才能够这个善根让我们这个解脱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多居士都现在比如说有些时候，比如说大年三十很多居士到寺庙里去这个烧香拜佛有一个比较大城市里面的这个每一个寺庙都有几万个、5万个、7万个这么多的人。那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去采访很多居士你今天就大年三十到这地方来烧香，你有什么样的心愿问了很多人了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就是说为了这个所有众生这个断除痛苦获得这个成佛的果位都不说了那说什么呢？就是家里的人健康长寿工作顺利一点我们的儿子女儿要高考了，这个考试要顺利一点的，就几乎都是这样子。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我们不幸福的这个真正的根源。所以就是说不出来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痛苦的根源不矛盾，说不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这个我吃下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跟我的这个病菌要有冲突才能够这个杀菌才能够治好我的病如果这个病如果这个药物跟我的这个病菌根本一点冲突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再吃这个药都没有用了。这个大家很清楚的没有用。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了，原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闻思，应该怎么样去修行应该怎么样去烧香拜佛我没有说不能烧香拜佛也不能说不能念经磕头，当然要烧香拜佛念经磕头都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一句话这个念经磕头烧香拜佛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根源要有冲突那它本身是不是冲突呢？它本身有可能是冲突，有可能一点都不冲突那怎么样这个它为什么有可能冲突有可能不冲突呢？这个它有可能这个要看我们这个烧香拜佛人的这个发心呢他看他发什么样的心如果他是为了健康长寿或者是生生世世能够享受人间的福报这样子烧香磕头拜佛做干什么也好，这个都一点都不冲突了。如果是出离心的基础、菩提心的基础、空性的基础就发生冲突了。这个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记住。那我们要放下，刚刚说了这个
贪欲跟这个放下这两个是对立啊。那放下我们怎么样去放下呢？放下怎么样去放下呢？放下的意思是什么呢？放下的意思，从现在起不工作了不要家庭了不挣钱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放下跟这个放弃是有差别的放弃是什么呢？放弃就是这个悲观厌食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看不惯了，就放弃了，不做了这个不是放下了。如果有一天他有一些诱惑的话，还是没有放下这个时候又回去继续会做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这个什么原因呢？这叫做暂时的放弃，这个不是我们佛教里讲的这个放下。那放下是什么呢？放下就是这个对这个东西没有贪欲心，才是这个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放下。贪欲心就是没有贪欲，这没有贪欲这个字，我们可以分6种不同的层次。6种不同层次。比如说我有一天我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这个手表的时候呢我就对它没有这个贪欲了。我那个时候呢，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我放下这个呢？不是了。如果我这个比这个好的表丢了不在了，那个时候我对它又产生这个执着了。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暂时的放弃了，还没有放下，所以就是还是会有这个贪欲心放下了以后呢就再也不会有了我们说这个要放下所有的世俗的这个东西，没有说要放弃所有的这个世俗的东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家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怎么可能放弃一切呢？但是要放下一切。那不能放弃，那放下可以，放下是可以的。放下怎么可以？放下是有2种方法放下怎么样去放下呢？有2种方法怎么样这个2种方法我们先观察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东西了然后就心里就产生了这个贪欲从此以后就是这个放不下从此以后放不下。那这个贪欲是怎么样来的呢？有可能是这个物质本身很有这个美丽很有诱惑力，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内心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呢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就一定会是这2种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说也许是它物质本身是有很美丽的所以我又产生了这个贪欲心，也许是这个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物质本身没有任何的优点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优点，但是呢我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心里就贪欲产生了这个贪欲比如说我们执着一个人的时候呢我把这个人就当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的在乎非常在乎那这个什么原因？有可能这个人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这么在乎有可能这个人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子，但是呢我把这个人当成很好的人就只有2个，就只有这2个不可能有第3个，就只是2个原因那这2个原因我怎么样去放下呢？怎么样去放下放下的原因放下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去看这个看这东西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我要去观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对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一样的，我就是要去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要去观察这个人，或者是我就观察我自己的心是不是我产生了什么幻觉，就这样子2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轮回我们就有这个贪欲，因为我们对这个轮回有贪欲，所以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流转了这么长的时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解脱，这就是说明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贪欲心，那这个贪欲心呢，也就是不例外也许是这个物质它本身就是很完美，非常有这个美丽的所以我去贪这个也许它根本就没有这些，但是我自以为它是很好的，所以就贪欲了，就只有这2种情况不会有第3。这个确定了以后，那我们先去看这个世界这个轮回是不是那么完美的要去开始去思维了，开始去闻思修了这个时候闻思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这个去看这个人生难得来之不易，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但是呢这么难得的东西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失去，说没就没有了人的生命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脆弱，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那这个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这个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世俗人所追求的这个幸福的话那要去造很多很多的业造很多业。这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喜欢吃海鲜的人他要满足他的这个口欲去吃海鲜，那要造多少的业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要去寻找在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幸福的话，那就是一定要造很多很多的业一定要造杀盗淫妄等很多很多要造业，造了业以后才能够得到这些，不造业的话能不能得到？得不到的很多大多数都是造业需要造业，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造业那如果造业的话，那这个因果是不虚的因果是永远都不会错乱。那这个造了这么多业的话，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那它的结果就是轮回。轮回又是什么样子轮回就是从这个天界到地狱之间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痛苦的，不是说所有的轮回都是苦不是苦就是辛苦，不是辛苦就是变苦总的来说，这轮回当中是充满了这个痛苦的很多人不理解佛说轮回痛苦，人生痛苦，然后很多人就误解就说佛教这个消极悲观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这些人其实他自己根本不懂这个轮回是什么根本还没有去深层次的去思维这个人生这个世界的这个本来的面目我说的本来面目不是讲空性，不是说这个光明，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个真相他根本没有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他根本没有像佛教这样子的全方面的这个深层次的去思维这个人生从来没有这样子去这个探讨过这个人生这个世界那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像什么呢？只要我如果能够努力的话这个世界这个轮回当中我能够得到这个幸福，我一定会能够得到幸福。
这种人对这个轮回有过高的这个期望，有过高的期望，充满了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呢，他不是他也观察了就是一个很盲目的，就觉得这个人生世界是很幸福的。但是他所说的这个幸福呢，佛也没有否定，他所想象的这个幸福，所谓的幸福，佛没有否定，佛也没有去排斥，没有去排除这个，佛承认这个轮回当中呢，有这个短暂的相对的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幸福有，但是这个幸福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个幸福，或者是一个纯粹的幸福，它不是这样子。它这个幸福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幸福就像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去追求一个自己认为是幸福的一个东西去追求这个那追求最后找到这个结果，到我开始追求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个不幸福呀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坎坷，经历那么多的不幸，最终就会得到但是得到了以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又变成了痛苦，又不幸福了所以佛觉得这个用幸福这两个字去形容这个世界的话，这个是不对的用痛苦这两个字去讲的话描述形容这个世界的话，这个是没有错的。虽然是这个当中也有一些短暂的这个幸福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子的痛苦的。这是佛是深层次的去这个思维思考这个探索这个人生的这个真理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我们凡夫人呢，就是从来都没有去观察过从来都就没有这样子的深层次的去这个观察就是盲目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幸福的就是所以他的观点跟这个佛讲的有点冲突的时候呢就世俗人就是说佛教是悲观了，消极了，其实自己没有观察，不是这样子如果这种人也就是这样子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去思考这个人生世界的话，他也觉得他也对一定会有这个跟佛一样的观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因为没有观察，所以他就这个不能理解那这个世界到底是佛说的这样子痛苦呢还是我们普通人这个所想象的那样子的美好的是什么？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的就要两方面去观察，一个就是往外观察往外观察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幸福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是痛苦的，就得到了这个结论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贪欲心受到了破坏了从此以后我们的贪欲受到了这个破坏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受到了破坏了。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修行，也没有还没有什么修行，但是呢光是这个学习听闻佛法也会让我们明白很多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虽然没有修，但是通过这个闻和思也就相通了很多这个相通了很多问题明白了很多问题。从此以后呢我们对我自己的这个看法至少产生这个怀疑从此以后呢这个贪欲心再不会发展的再不会发展，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它就要会往下走这个往下走最后到零最后要到零，
最后要降到零啊。这什么时候能降到零？这个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这个力度啊，要看我们的精进。有可能很快就会这个，因为现在已经受到了破坏，它从此以后它再不会无限的膨胀啊，它以后它不会再发展了，以后就是它一定会这个减少。到零是什么？到零是或者是成佛了，或者就是成为阿罗汉，要降到零这个时间要多久？这个我们要看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力度，从此以后就受到了破坏它就不会这个增长，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四个外加心是这个方法，四个外加心是这个方法中观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观察就是这个方法，中观的很多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中观它当然它也会观察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但是呢它很多的就是要往外去这个观察，比如说这个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有27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去观察外面的这些物质，很多都是这个除了精神以外的这些东西去观察了以后呢觉知他们都是空的，就这样子。中观的很多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子的，中观还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四个外加心是观察外面我们去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思维的方式去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这个完美的去观察了以后呢从这个中观的角度去观察的话，方法去观察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了，是自己的幻觉，根本就不存在。从这个四个加心的这种方法去思维，或者是从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观点去观察的话，那就这个都是无常痛苦就是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这个世界表面上或者是短暂的有一点这个所谓的幸福所谓的快乐，这个不排除，这个不否定，但是呢这就是它的表面现象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常的变化的，然后就是忧乐的痛苦的。忧乐是什么呢？能够产生烦恼的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烦恼的，叫做忧乐。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我们的贪欲受到破坏了，第二个我们的愚昧也就受到破坏了原来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完美的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看清楚现在呢我们知道它是无常的、痛苦的、有漏的最后就是从中观的这个角度来说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愚昧这个无明也就同时就受到了破坏了，因为它受到了破坏，所以我们的愚昧从此以后不会再往前发展，不会再往前发展。所以这个中观400论当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听这个中观学中观的时候如果还不证悟这个中观，但是呢就是起一个怀疑心比如说中观里就说一切法都是空性到底是不是这个一切法都是空性呢？有可能是一切法都是空性的就是起一个这样子的比较正面的这个怀疑比较正面的这个怀疑。
有些人就是不会连这个怀疑都不会有了一听到的时候就会否定，不可能，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怎么会是空心呢？这个不可能这种态度，多数人都是这种态度了，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怀疑，就是说，有可能是空心也许是空心这样子的这个怀疑呢，为什么从此以后呢不会流转轮回的人，不会这个流转轮回的时间很久？这是中观400论说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受到破坏了，愚昧受到破坏了还有贪欲就是受到破坏了，所以它不会发展，它的这个发展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它再也发展不下去了，它发展不下去的所以就是我们不会流转很长时间，这个轮回当中不会流转很长时间，暂时会流转轮回，但是呢不会很长时间，因为就这两个都受到了这个破坏了所以它以后不会很久。这是往外观察的方法这个是往外观察的方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刚刚我们说的往里观察，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说的这也许是有魅力的，到底是不是有魅力，然后去观察这是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往里观察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美丽的，所以我对它这个产生了这种执着这个贪欲那这个产生贪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谁去贪欲了这个呢谁去执着了这个世界呢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当然不可能我这个肉体它本身就是没有思维的东西它是不可能的，这个贪欲不是他去贪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排除了这个肉体就不需要观察那谁去这个贪欲呢？就是精神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意识他去贪欲的那意识他贪欲，那他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怎么样去贪欲呢？然后我们就回头然后就不再往外去观察这些东西了回头我要去找贪欲的这个贪欲者，或者是刚才我们说我们愚昧了，谁愚昧了不可能我们的肉体愚昧，肉体就没有愚昧不愚昧的这种概念那愚昧肯定是这个精神意识他愚昧那他怎么样愚昧？他到底他自己本身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愚昧之的存在或者是贪欲者的这个存在让我去观察这个这就是中观跟这个唯识的结合。你们现在这个菩提学小组里面不是学这个中观庄严论吗中观庄严论就是唯识的世俗观点和中观的圣义观点两个结合这个就是去观察这个了去观察我的意识这是一个。然后很多密法密法就是像大手印大圆满根本就不去观察外面的东西，就是要往里去找这个愚昧者，谁是愚昧者然后就是贪欲了我们刚刚说这个我们的结论是这个痛苦是贪欲导致的，那谁贪欲了贪欲者他是谁我们说这个轮回是有一个东西愚昧了，有一个东西去贪欲了，所以我们今天痛苦那谁贪欲了，谁愚昧了，去找肉体就可以排除了他根本没有思维然后就是这个意识然后就去观察这个意识它是什么
它本身是什么观察的时候呢，这就是涉及到这个像如来藏最后就是看到的是什么呢？从这个渠道去观察，从这里入手，最后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就是如来藏光明了。如来藏光明如来藏光明它永远都不会愚昧的如来藏光明它永远都不会有贪欲心那这个贪欲心是什么这就是就是在这个突然间就是产生的一种幻觉本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去这个贪欲，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可以愚昧的。所谓的愚昧和贪欲实际上就是一个我自己的幻觉痛苦的根源找到了这个也就解决了，这样子也是一个解脱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我们同样的一个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先用什么？先用就往外面去找，首先要确定这个世界是这个就我们这个外加性当中讲的这个它不是很完美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它是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完美的它是痛苦的、无常的、有漏的。这样子以后呢，出离心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出离心产生了出离心产生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跟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痛苦的根源发生了冲突的，就是出离心，第一个然后呢菩提心然后就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菩提心它就去打击了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执着，就是爱我执爱我执也不叫我执，爱我执，这个我和慧灯之光里面呢，这两个分得很清楚的。这个佛经不是我分的，佛经里面就有我执是什么？我执法我执、人我执，这些叫做我执。爱我执是什么呢？非常非常自私自私就是爱我执。菩提心去这个打击，或者是也可以这么说菩提心跟这个爱我执两个就是产生了很严重的这个冲突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我没有去修菩提心所以我执爱我执它永远都是生理执它是生理执。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没有修菩提心，所以它永远都是生理执，它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已经在这个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心里它是统治者它就统治了一切了它是生理者它没有让这个菩提心产生它把菩提心利他心全都这个消灭了就是这叫做利己主义我永远都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利己主义。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没有修菩提心了那现在我就这个菩提心跟这两个本身就是有冲突，那现在我就尽量尽力就不跟着这个我执爱我执走，我就跟着这个菩提心走的话，那到一定的时候呢，菩提心它是生理执它一定会打败这个爱我执它们本身就是有冲突有冲突的时候呢，我再也不去培养再也不支持我的这个爱我执我支持什么？我从此以后支持菩提心我就从此以后支持菩提心，然后菩提心把这个我的这个爱我执就打败了爱我执就失败了菩提心就胜利了菩提心就是生理者。谁是生理者谁是这个失败者呢？这个要看我支持这两个我支持这个爱我执，它永远都是生理者菩提心永远都是失败者。如果我从此以后就尽力的去支持菩提心的话，那从此以后菩提心开始是生理者
这个爱我者从此以后他就是这个失败者。从此以后呢，这个爱我者在我的这个仪式的这个领域当中，他就没有统治的地位了他没有统治地位了。从此以后呢，菩提心就是这个占有统治的地位因为我在支持他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这个领域当中我就是在起这个决定性的作用，我支持那一方面，那个就是胜利者所以我们从此以后要支持菩提心支持出离心，再也不能支持爱我执再也不能支持这个贪欲心。贪欲心是在我们不孝心的情况下它会产生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支持有些时候挡不住因为我们过去就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太支持它了所以它有些时候会出现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有意这个故意支持就是不愿意的情况下他也会但是他也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在我们的心中心里他根深蒂固他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他以后我不支持的话，他的实力会慢慢减少。但是现在呢，因为我过去太支持他了，所以有一定的实力，所以有些时候我去挡也挡不住的，他会产生的，但是这个就没问题。从此以后我就有这个态度，我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会慢慢他的实力就下降了，菩提心的实力就这个增长菩提心取这个断除执着当中的最重要的这个执着爱我执那菩提心出离心去断除了一部分了然后呢菩提心又去断除了一部分的执着了，最后的执着就是通过这个空心空心呢，这个空心的见解跟我们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俗人的这种想法是完全是这个冲突的完全冲突但是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站在这个空心的这个立场去看问题，我们永远都是站在这个执着的这个立场去这个看问题我们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个空心见，我一直都认为不可能是空心，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实有的这样子以后呢，在我的这个意识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执着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空心见就没有什么实力了，过去都是这样子那从现在开始刚才我们讲的菩提心一样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这个支持空性的智慧空心见开始不支持这个贪欲心这样以后呢，贪欲心它就这个贪欲所有的执着，不仅是贪欲，所有的执着从此以后它就会这个降低，它的实力会降低，最后要降到零降到零的时候那就是成佛了这个时候成佛，这个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就要看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力度这是我今天讲的是我们的修行的我们这样子修下去的话，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得到解脱的原理我们学任何东西首先要去学它的这个，比如说学一个机械首先要去学它的工作的原理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它这样子下去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效果，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结果这是我们修行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目前的这种修行的方法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然后就开始刚刚讲的，那我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支持出离心我就不支持这个贪欲心说的很简单，但是要做起来，那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然后我们要长时间的去修行大作是最根本的了。然后在这个同时这个像念佛呀、烧香拜佛呀等等，就是他的一个祝愿他的一个祝愿那就这个祝愿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大作呀，这个全部全部的力量集中了以后呢，能够推翻这个贪欲心这是很重要了。这个就是以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就这样子修那我再总结一下我讲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解脱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对身外的这个物质，或者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轮回的贪欲心，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也就是这个自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第3个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对任何一个对任何一个东西的这个实有的这种执着这3个是我们的这个解脱的障碍这3个就是解脱的障碍，一定要这个推翻这3个障碍。这3个障碍要推翻的话，那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就这3个就是这个意思。我总结的话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修行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可以学很多很多，但是修行的时候呢就这3个要点除了这3个要点以外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修法。所以如果不想修解脱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我们刚刚讲的我不要解脱了，我就是希望这个人间或者是这个天人当中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幸福的这个生活我不要其他的那就可以修人天的这个人天这个佛教人天佛法可以修这个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解脱的话，如果要得到解脱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着急修什么大圆满释论金刚呀等等等等，就根本不起作用的，不能修这些法修什么法呢？就修出离心、菩提心佛有一句话佛说想解脱的人，或者是想这个修大乘佛法的人不学很多法不修很多法，修一个法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一个法就是大悲心。佛的意思不是说只要有一个大悲心就可以所有的解决，不是这个意思有大悲心这个大悲心，但是如果不修其他的法，那也不行，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个没有这个大悲心之前呢不要去修其他的法，修了任何法都没有用，根本就不能成为大乘佛法所以佛是这样子说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在说，当我们还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不要修任何其他的法不是说其他的法不好，其他的法都好但是呢，我们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这些我们说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那是什么？那这个动机肯定是为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幸福那肯定是为了这个人天的这个佛法就是为了这个果报。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法性上修大圆满都成为世间法了就其他的不用说，修这种动机、这种法性，以这种法性为基础修大圆满、修大受印、修十轮金刚、修禅宗、修净土，都会成为这个世间法所以就修了没有用这些我们暂时不考虑修其他的这些这个很高层次的这些法先修这个法，
我们要记住佛的一句话学大乘佛法的人就不学很多法，就学一个法，就是大悲心我们也是这样子想修解脱的人不学很多法就学两个两个是什么呢？出离心和菩提心，也可以说是就修一个法，一个法是什么呢？菩提心菩提心里面呢，出离心也就包含了修菩提心大家好好修菩提心。这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如果真的有正视部位的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话，那从此以后我们修什么法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法。这个时候呢，可以修大圆满，可以修净土禅宗，修什么法都很好的变成很好的法。所以菩提心我们要知道，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灵魂大乘佛法的灵魂。更严格的说，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法更严格的说，没有菩提心，一旦离开了菩提心的所有的法都不是大乘佛法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方向很重要学佛的方向搞错了那就是方向错了以后呢，我们就越学离解脱就是越远方向不能错了只要这个方向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走一步也就离解脱就是近一步方向错了以后呢，走一步就是离解脱远一步所以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这个错了以后呢什么法都修不出来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就讲一个，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但是呢我们先说这个修心为什么能够解脱的原理今天就讲到这里。三世诸佛所成坛